我们镇子要建机场，拆迁办的人挨家挨户量房子谈补偿，可我等了3个月，始终没人敲我家的门。后来我才知道，规划图上我家那块地被人为地划在了红线外。于是我去找镇政府，得到的答复却是规划就是这样，没办法。邻居见状还嘲笑我，这下好了，守着破房子过一辈子吧。我没吭声，把所有积蓄拿出来，又贷了款，凑够50万。半年后，老宅变成了4层小楼，挂上了云端酒店的招牌，门口那块非消费客人禁止入内的牌子成了整个机场最扎眼的风景。建机场的消息让我们这个叫安宁镇的地方再也不安宁了。补偿款、安置房、未来的新生活成了饭桌上永恒的话题。一辆辆印着拆迁办的白色面包车在镇里的土路上来回穿梭，工作人员拿着卷尺和本子挨家挨户的丈量、登记、谈判。我家住在镇子最东头，一栋有些年头的2层小楼。父母早逝后，这里就剩我一个人。第一天，拆迁办的车从我家门口开过，没停，可能是从镇西头开始，还没轮到我。第1个星期，邻居刘婶家谈妥了，据说拿了一笔不小的钱，笑得合不拢嘴。她见到我，总要大声说一句：“你家也快了吧？”我点点头，笑笑。第1个月，镇东头的住户也开始陆续签约，红色的拆字布满了村里每户人家的墙上。我家的墙依然是灰扑扑的，我开始有点不安。我去了镇政府，在走廊里等了2个小时，才见到镇长李卫民。他正忙着打电话，看到我，只是不耐烦地抬了抬眼皮。什么事儿，李镇长？我想问问机场拆迁的事儿，为什么没有我们家？李卫民放下电话，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巨大的规划图，在桌上摊开。你自己看。我凑过去，心脏猛地一沉。规划图的拆迁红线像一把锋利的刀，紧紧地贴着我家的院墙边缘划过。我家那栋小楼像一个被遗忘的孤岛，孤零零地处在红线之外。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搞错了？没有搞错，规划就是这样定的，我们也没办法。可是为什么全镇都拆了，为什么偏偏漏掉我们家？说了，这是规划，上面专家的决定，我能有什么办法？行了，我还有会，你回去吧。他说完，拿起桌上的水杯，径直走出了办公室。随后我回到家，此时刘婶正指挥着搬家公司的人把家具往卡车上装。他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脸上露出一丝幸灾乐祸的笑。去问了，我就说吧，你家这位置怕是难喽。人家建机场，你这房子正好在边上，挡不了什么事儿，拆了还得赔你钱，多不划算。另一个邻居凑过来说，这下好了，以后全镇就你一户家人，守着这破房子过一辈子吧，周围全是机场，吵都吵死你。可不是嘛，等我们都住上城里的新楼房，你还在闻飞机的尾气呢。刺耳的笑声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我没有跟他们争吵，我只是抬起头，静静地看着那栋陪伴我长大的小楼。最终，搬家的卡车轰鸣着开走了。我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喂，赵婉吗？是我，许超。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我想跟你咨询一下贷款的事儿。赵婉是我发小，大学读了金融，现在在市里一家银行当客户经理。贷款？你遇到什么事儿了？没事儿，我想把家里的老宅翻新一下。翻新？现在？我听说你们镇不是要建机场，全都要拆迁吗？我们家不在拆迁范围内。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这不欺负人吗？规划图怎么可能这么巧，正好把你家给绕过去？是不是巧合已经不重要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就准备守着那栋旧房子？不，我要把它推倒重建。你想好了？这可不是一笔小钱。想好了。你需要多少？我手里有20万积蓄，是我爸妈留下的，还有我这些年工作攒的，我想再贷30万，一共50万。这个数字让电话那头的赵婉倒吸一口凉气。50万？你疯了？你只是重建一个自住房，用得了这么多钱吗？我不是建自住房。我的目光投向远处机场规划的巨大轮廓，那里未来将是人来人往，商旅不绝。而我家是距离机场最近，也是未来唯一的一栋私人建筑。你觉得在未来的新机场旁边开一家酒店，前景怎么样？赵婉彻底愣住了，他是个聪明人，瞬间就明白了我的意图。酒店？你要开酒店，你这步子迈的也太大了。你懂经营吗？你有人脉吗？风险太大了。风险大，还是守着一栋没人要的破房子，等着它在飞机的噪音里慢慢腐烂，哪个更可怕？可是30万不是小数目，你的老宅做抵押可能估值不够，而且你的收入证明……我知道，所以我才找你，你是专业的，你帮我看看有什么办法。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不说话则一开就能吓死人。这样吧，你明天带上房产证资料来市里找我，我帮你梳理一下，看看能走什么渠道。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成，但我会尽力。第2天，我带着所有的希望坐上了去市里的第1班车。
谢谢你，赵婉。先别谢我，等你酒店开起来，给我留个终身免费的总统套房就行。好，一言为定。赵婉在我家的材料上划划写写，打了无数个电话，带我跑了好几个部门，过程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银行的审核人员看到我那本被划在红线外的房产证，都露出了匪夷所思的表情。他们觉得给一栋被机场包围的孤岛放贷，风险高得离谱。为此，我一次又一次地解释我的商业计划，但他们看着我这个看起来文静的男生，眼神里充满了怀疑。有好几次，我都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是赵婉一直在旁边鼓励我，帮我完善商业计划书，教我如何跟银行的人沟通，甚至动用他自己的人脉，请了分行的领导吃饭。1个星期后，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赵婉打来了电话。许超，批下来了！真的吗？我跟我们行长30万立了军令状，把你这个项目当我们今年的重点创新试点项目来推，才说服了他。我握着电话，半天说不出话，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赵婉，谢谢你。跟我客气什么？等我拿到钱，就请你吃饭。吃饭就免了，你赶紧把你的酒店盖起来，我等着住总统套房。挂了电话，我擦干眼泪，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已经开始动工的巨大机场工地。1周后，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看着那30万到账，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50万，这是我的全部身家。镇最有名气的施工队，带队的姓王，是个实在人。看到我家的老宅，挠了挠头。你这房子真要拆了重建？对，王叔，我可跟你说，这周围以后都是机场，你建个普通的房子，住着也不舒坦。我拿出一张图纸。王叔，你放心，图纸我已经找人设计好了。王叔接过图纸，只看了一眼，眼睛就瞪大了。我的乖乖，4层还要带地下室和观景露台，你这是要盖个小洋楼啊？不是洋楼，是酒店。酒店？王叔和身后的几个工人都惊呆了，他们面面相觑，脸上的表情跟当初银行的人一模一样。你没开玩笑吧？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开酒店？以后这就不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机场那里以后会是安宁镇最热闹的地方。王队长看着我坚定的眼神，沉默了。他盯着图纸看了半天，又抬头看看我家的位置，眼神渐渐变了，从怀疑变成了思索，最后竟然透出一丝兴奋。我明白了，你这脑子可以啊，这叫抢占先机。别人都觉得你这是个死地，但要想敢找个地方歇脚，你这酒店不就是他们睁眼看到的第一个选择吗？王叔，你愿意接这个活吗？接，为什么不接？这么有意思的活，打着灯笼都难找。你放心，图纸怎么画，我就怎么给你盖，保证给你盖得漂漂亮亮、结结实实。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推土机开进我家院子的那天，动静很大，一些还没搬走的邻居都跑过来看热闹。当他们看到我那栋承载了我全部童年记忆的小楼，在推土机的铁臂下轰然倒塌时，都发出了惊呼。这徐超是真疯了，好好的房子说拆就拆，他想干嘛呀？听说他带了好多钱，要把这里建成小洋楼呢。刘婶儿也在人群里，她抱着胳膊冷笑道：哼，建小洋楼，我看是钱多没地方花了。等建好了，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晚上不怕吗？就是，周围连个邻居都没有，跟住坟地里似的。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跟规划对着干，有好果子吃吗？各种议论声、嘲讽声，我充耳不闻。我只是站在一片狼藉的废墟前，看着工人们开始清理地基、测量放线。没多久，镇长李卫民也来了。他坐在一辆黑色的轿车里，摇下车窗，远远地看着。他大概没想到，我不但没有哭哭啼啼的去求他，反而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他让司机把车开过来，隔着车窗喊我：许超，李镇长有事吗？你这是在干什么？翻新房子？翻新需要把房子全推了吗？你这是重建，你拿到审批手续了吗？拿到了。我从包里拿出市里住建局盖了红章的所有文件，递给他看。李卫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没想到我把所有手续都办得这么齐全。我提醒你，你不要乱来，机场建设是大事，你要是敢妨碍施工或者有什么违规建筑，别怪我不客气。李镇长放心，我的一切行为都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我不会妨碍任何人，也请任何人不要妨碍我。李卫民被我看得一愣，他大概从没见过我这样强硬的态度。他重重地哼了一声，摇上车窗，疾驰而去。我知道他今天来是来警告我，也是来试探我。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很快，地基被打好，我看着钢筋水泥被浇筑，看着一层层的楼板被搭建起来。第1个月，地基和地下室完工；第2个月，主体结构封顶。当最后一车混凝土浇筑在4楼的屋顶时，王叔激动地放了一挂鞭炮。我站在刚刚成型的天台毛坯上，俯瞰着脚下的土地，远处机场的轮廓也日渐清晰。这一天，我正在工地上和设计师商量外墙的材料，一辆接着一辆的车呼啸着开了过来。车门打开，下来10几个人，他们穿着不同部门的制服，领头的是个我不认识的、表情严肃的中年男人，姓孙。李卫民跟在他身后，脸上带着一丝难以查探的冷笑。谁是这里的负责人？我是。我们是联合部门队，
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里存在严重的违规施工，安全隐患巨大，还污染环境。我心里一沉，知道麻烦来了。李卫民站在一旁不说话，但那幸灾乐祸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们所有的手续都是合规的，施工也完全按照国家标准。是不是合规的，不是你说了算，给我查，仔仔细细的查，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他身后的人立刻散开，像一群蝗虫涌入了我的工地。他们拿着各种仪器，对着我的建筑指指点点，有的检查消防，有的测量噪音，有的提取空气样本，有的翻看我们的施工日志。王叔和工人们都看傻了，他们想上前理论，被我拦住了。让他们查。我心里清楚，这是李卫民的报复。越是这种时候，越是不能乱。整个下午，我的工地都处在一种停滞状态，工人们被迫停工，站在一旁看着那些人的刁难。这里的钢筋间距好像不对，拿尺子来量。你们的扬尘措施不到位，要罚款。还有食堂的卫生许可证呢，拿出来我看看。各种刁难层出不穷。李卫民不时地凑到孙队长耳边低声说着什么，然后两人一起朝我投来不怀好意的目光。我始终保持着沉默，只是用手机将他们的一举一动，每一个人的脸都清晰地录了下来。直到太阳快要落山，他们几乎把整个工地搬了个底朝天。最后他们聚在一起，由那个孙队长做总结。经过我们一下午的详细排查，你们的工地基本符合规范。他很不情愿地说出这几个字，我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知道，从我决定建酒店的那一刻起，我就把所有细节都做到了极致。我聘请了最好的监理公司，每一批建材都要求出具合格证书，每一次施工都严格按照图纸进行。我就是要建一座让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的建筑。此时，李卫民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但是考虑到你们的工地紧邻机场重点项目，情况特殊，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决定要求你们停工整顿1周，进行全面自查。凭什么？我们什么问题都没有，凭什么要停工？这是命令，如果拒不执行，我们就吊销你们的施工许可。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查不出问题就用权力强行让你停工。工期每拖延1天，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此时李卫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走到我面前，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音量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乱来，安安分分过日子不好吗？非要跟我斗，你斗得过吗？我告诉你，这只是一个开始，只要我在这里1天，你的酒店就别想顺利开业。他的话语里充满了赤裸裸的威胁。我看着他那张油腻而嚣张的脸，忽然笑了。李卫民，我这里有住建局、消防局、环保局所有领导的电话。我刚才也把我录的视频发给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在省里的媒体工作。你说，如果我把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原本的告诉他们，会怎么样？我就是一个想保住自己家园的普通老百姓，无权无势，只能用这种笨办法保护自己了。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李卫民的心上。他的笑容瞬间凝固在了脸上，他惊愕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他可能做梦都没想到，我这个在他眼里柔弱可欺的孤儿，竟然还藏着这样的后手。那个孙队长也察觉到了气氛不对，连忙走过来：李镇长，你看这……李卫民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他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让他继续施工。说完，他头也不回地钻进车里，狼狈地逃走了。那群所谓的执法队也灰溜溜地跟着撤了。工地上响起了一阵欢呼，王叔和工人们都朝我竖起了大拇指。牛！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双腿有些发软。只有我自己知道，刚才那番话半真半假。我确实录了视频，但媒体的朋友是我瞎编的。我是在赌李卫民做贼心虚，不敢把事情闹大。我赌赢了，但我也知道他绝不会善罢甘休。我看着远处城市的灯火，拿出了手机。喂，赵婉吗？我好像惹上大麻烦了。赵婉接到我电话的时候正在加班，听我把下午的事情讲完，他那边沉默了很久。喂，你还在听吗？在，先别慌。我不慌，我只是想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你在他的地盘上跟他硬碰硬，肯定会吃亏。那你的意思是让我认输？当然不是，我只是说我们要换个思路。什么思路？孙子兵法里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你现在手续齐全，合法合规，这就是正。李卫民想找你的茬却找不到，所以他只能用下三滥的手段。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想不到的地方出一招奇兵。这个奇兵是什么？是机场，是安宁机场项目本身。你的酒店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它独一无二的位置，是零距离。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安宁镇这1亩3分地上，
更不能总盯着李卫民这种跳梁小丑。你要把你的格局提升到和机场项目一个高度，你要想办法让机场项目方把你当成他们自己人。赵婉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眼前的迷雾。我明白了，李卫民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欺负我，是因为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个体。但如果我能和机场这个庞然大物绑定在一起，李卫民再想动我，就得掂量掂量了。可问题是，怎么绑定？机场项目是省市2级的重点工程，负责的人级别都很高，我根本接触不到他们。谁说要你直接去接触大领导了？你忘了你的优势是什么了？我的优势，你的工地现在是整个安宁镇除了机场工地之外唯一一个有大量工人聚集的地方。机场工地的工人有多少？几千人总是有的吧？他们吃饭怎么办？住宿怎么办？日常的消费怎么办？据我所知，为了赶工期，他们实行的是封闭式管理，工人们的生活其实很枯燥，很不方便。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做他们的生意？不只是做生意那么简单，这是你切入机场项目的最好机会。你可以利用你现在的工地，开一个小型的临时的生活服务区，一个小卖部，一个大排档，甚至一个露天电影院。他们会把你当成一个有远见、有担当的合作伙伴，一个能够帮助他们稳定后方、解决后顾之忧的盟友。到那个时候，你的酒店就不再是一栋孤零零的建筑，而是机场项目的配套服务中心。李卫民还敢来找你麻烦吗？他敢跟整个机场项目作对吗？我握着电话，激动得浑身发抖。赵婉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赵婉，你真是个天才。不是我天才，是你给我的启发。能想出在机场旁边建酒店的人，本身就不会是个笨蛋。这件事要尽快做，赶在李卫民下一次出烧之前，把我们的骑兵布好。我需要做什么呢？你去找王叔，他手下有工人，有技术，搭个临时的棚子，开个大排档，对他来说小菜一碟。货源方面，你可以直接联系市里的批发市场，我给你几个电话，都是我的客户，靠得住。最重要的是，价格要公道，东西要干净卫生。我们要的不是暴利，是人心。我明白了。挂了电话，我感觉浑身的细胞都被调动了起来。我连夜找到了王叔，把我的想法跟他一说。王叔听完一拍大腿，这主意好啊！我早就看那帮机场的兄弟们可怜了，天天吃食堂，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咱们搞个大排档，弄点啤酒烤串，他们还不乐疯了？你放心，这事交给我，明天我就带人把地方给你评出来，3天之内保证开业。王叔的执行力超乎我的想象。第3天，一个由钢管和彩钢瓦搭建而成的巨大而简陋的美食广场就初具雏形。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加油站，既是给工人们加油，也是给我自己加油。与此同时，李卫民的人一直在暗中监视着我们。他们看到我们不盖酒店，反而搭起了棚子，都一头雾水。加油站大排档开业那天，我搞了个小小的仪式，我只是用红纸写了几个大字贴在门口。开业前3天，所有菜品酒水半价。我还让王叔派了几个工人去机场工地的门口发传单。傍晚时分，天还没完全黑，机场工地那边下工的铃声响了，成百上千的工人像潮水一样从大门里涌了出来。他们大多满身尘土，一脸疲惫。当他们看到我们这边灯火通明，闻到空气中飘来的烤肉和炒菜的香气时，都愣住了。那是什么地方？怎么那么热闹？好像是个吃饭的地方，叫什么加油站？走，过去看看。第一个客人是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小伙子，脸上还带着稚气。他小心翼翼地走进来，看着菜单问我：老板，你们这儿真的半价？真的。那给我来一份回锅肉盖饭，再加2个鸡蛋。好嘞！我亲自下厨，用最快的速度把一份热气腾腾、分量十足的盖饭端到他面前。小伙子看着那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回锅肉，眼睛都直了。他尝了一口，然后就开始狼吞虎咽，仿佛饿了3天3夜。很快，第2个、第3个客人也来了。半个小时后，整个加油站里坐满了人，他们3、5成群，点上几盘小菜、几箱啤酒。在工地上压抑了1天的情绪，在酒精和美食的催化下，彻底释放开来。原本空旷死寂的夜晚，被这股充满了生命力的喧嚣彻底点燃了。王叔带着他的工人们也在其中一桌喝得面红耳赤。接下来的几天，加油站的生意越来越火爆。机场旁边开了个神仙大排档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几千名工人中传开，这一切自然也传到了李卫民的耳朵里。这天傍晚，一辆黑色的奥迪停在了加油站不远处。李卫民摇下车窗，阴沉着脸，他旁边坐着一个染着黄毛、流里流气的年轻人，那是他的侄子李飞，镇上有名的混混。叔，
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啊，居然能想出这种招。他不是想做生意吗？行啊，我去帮他一把。说完，他推开车门，带着几个同样打扮的小混混，大摇大摆地朝我的加油站走来。他们一进来就故意把一张桌子踢翻了，哐当一声巨响，让整个嘈杂的场面瞬间安静了下来。正在吃饭的工人们都皱起了眉头，他们看得出来这几个人是来找茬的。我从后厨走了出来，解下围裙。几位想吃点什么？哟，你就是老板？我们不吃什么，我们是来收保护费的。在这安宁镇，想做生意就得守我们这里的规矩，每个月这个数。他伸出了5根手指，我还没说话，旁边桌上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猛地站了起来。他是机场工地的一个包工头，姓张，北方人，几乎天天来我这里吃饭。你们是干什么的？跑到这儿来撒野？你又算了哪根葱？大人的事儿，小孩别插嘴，不然连你一块拾掇。张工头笑了，他没再说话，只是拿起桌上的一个空啤酒瓶，轻轻一捏，啪的一声，玻璃瓶身在他手里碎成了无数块。李强和他的几个小弟脸上的笑容都僵住，紧接着四面八方站起来几十个同样身材壮硕的工人，他们手里有的拿着酒瓶，有的抄起了板凳，他们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围了上来，把李强几个人堵在了中间。这些工人来自五湖四海，常年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他们或许没有多高的文化，但他们有最朴素的江湖义气。我为他们提供了物美价廉的饭菜，他们就愿意为我出头。李飞几个人，他们平时也就欺负一下镇上的老实人，现在被几十个眼神不善的壮汉围着，腿开始打哆嗦了。你们想干什么？我告诉你们，我叔是李卫民。李卫民是你叔，那你爹是谁？是玉皇大帝吗？赶紧滚！别等我们动手！李飞还想放几句狠话，但看到周围越围越多的人和那些足以把他们撕碎的眼神，他彻底怂了。我们走！他带着几个小弟连滚带爬的跑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我看着李飞他们狼狈逃窜的背影，又看了看那些自发维护我的工人们，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我走过去，向张工头深深地鞠了一躬。张大哥，还有各位师傅，今天谢谢你们了。嗨，谢啥？我们就是看不惯那帮混混。许老板，你这地方我们保了，以后谁敢再来找你麻烦，就是跟我们几千个兄弟过不去。他的话得到了周围所有人的一致响应。对，跟我们几千个兄弟过不去。远处的奥迪车里，李卫民看着自己的侄子被灰溜溜地赶了出来，气得浑身发抖。他一拳砸在方向盘上，他发现事情已经渐渐超出了他的控制。而在不远处，我的4层小楼主体已经完工，正在等待着外墙的装饰。我早就想好了它的名字——云端酒店。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只能在地面上仰望我的存在。李飞带人灰溜溜地跑了之后，加油站的气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那一晚，很多桌的工人都免了单。我说是为了感谢大家，他们却非要把钱塞给我。许超，你要是看得起我们这帮糙汉子，就把钱收回去。我们帮你，不是为了占你这点便宜，我们是觉得你一个年轻人敢跟那帮人对着干，有种。我们敬的是你这个人。拗不过他们，我只好把钱收下。但我心里清楚，我收获的远比这点钱要贵重得多。我收获了人心。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机场项目指挥部的耳朵里。最初他们很紧张，几千个工人聚集在一个不受他们控制的私人场所，这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据说项目部为此连夜开了一个会，直接取消他的加油站，将所有工人强制带回封闭的工地。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施工方负责人的激烈反对。工人也是人，不是机器，如果把他们强行关起来，只会让矛盾和压力越积越多，迟早要出大事。而那个加油站恰恰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减压压，与其把它当成一个威胁，不如把它变成一个可控的合作伙伴。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辆挂着安宁机场建设指挥部牌子的越野车停在了我的工地门口。车上下来一个30多岁的男人，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他径直向我走来。请问，是许超许老板吗？我是。你好，我叫陈默，是机场项目后勤保障部的副主任，我能跟你聊一聊吗？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他握了手。我们就在加油站一张空着的桌子旁坐下，我给他倒了杯凉茶。陈主任找我有什么事吗？许老板，你别紧张，我不是来找麻烦的，我是来寻求合作的。合作？是的，我们指挥部经过研究，一致认为你的加油站为我们机场项目的稳定推进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我们非常感谢你为工人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休闲场所。
我们想跟你签订一个正式的合作协议。陈默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由我们项目部正式授权你的加油站成为机场项目1号生活服务区，我们会为你提供正式的挂牌，同时我们每个月会给你一笔补贴。我们只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保证食品安全，保证价格稳定，让工人们吃得放心，吃得开心。陈默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真诚。许老板，我们知道你现在的定价几乎没什么利润，我们给你补贴，就是希望你能把这件事儿长久的做下去。你帮我们稳住了后方，我们才能在前线安心的搞建设。我看着桌上的那份协议，看着上面合作2个字，眼眶忽然有些发热。赵婉的计策，那个以奇胜的妙招，竟然以一种我完全没想到的方式实现了。我不仅成了机场项目的盟友，我成了他们认证的自己人。我同意。我拿起笔，在协议上签下了我的名字。陈默很开心地收起了协议。许老板，合作愉快。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或者有什么人来骚扰你，你随时可以打我电话。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看着名片上后勤保障部副主任的头衔，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送走陈默，我立刻给赵婉打了电话。我们成功了！我早就知道，你记住，当你能为别人提供他们无法拒绝的价值时，你就会成为所有人都想拉拢的伙伴，而不是可以随意踩踏的蝼蚁。从现在起，你的战场已经升级了。第二天，一块崭新的蓝色牌子就挂在了加油站最显眼的位置，上面用白色的宋体字写着2行大字：安宁国际机场项目指定生活服务区，安宁机场建设指挥部后勤保障部监制。它一挂出来，整个加油站的气场都变了。工人们看着这块牌子，腰杆都挺得更直了。在这里消费不再是单纯的吃饭喝酒，而是一种被认可的福利。我的身份也从一个备受争议的个体户变成了名正言顺的红顶商人。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李卫民那双无处不在的眼睛在看到这块牌子后收敛了许多，至少在接下来的1个星期里没有再发生任何骚扰事件。然而麻烦在1周后以一种我没想到的方式悄然而至。那天早上给我送猪肉的货车司机老李愁眉苦脸地找到了我。许老板，对不住了，今天的肉可能送不过来了。怎么了，李师傅？别提了，我今天凌晨去拉货，半路上被镇上给拦了，说我超载要扣车罚款。我这车货连额定残重的1半都不到，怎么可能超载？我跟他们理论，他们就说仪器显示超载了，让我交1万块罚款，不然就扣车1个月。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这绝对不是巧合，这是李卫民的新招数。他不敢再直接对我动手，就开始从我的上游，我的供应链下手。不只是我，今天早上给我们这片送菜的、送粮油的好几辆车，都在不同的路口被拦了，找的理由5花8门，什么尾气不合格，什么车容不整洁，反正就是变着法的罚款扣车。现在镇上那些给我们送货的司机，没一个敢再往你这边跑了，他们都怕了。说完，我送走了李师傅，走进后厨，看到空空的菜筐。好一招釜底抽薪，李卫民这是要断我的粮！加油站每天要消耗大量的食材，一旦供应链断不出2天，我就得关门。中午时分，食材短缺的影响就开始显现了。好几个工人们想点的菜都因为没有原料而做不了。虽然他们都表示理解，但我能看到他们眼神里的失望。我立刻给陈默打了电话，把情况向他说明。陈默在电话里勃然大怒：岂有此理！这简直是胡闹！这是在破坏机场项目的正常运转。他答应我立刻去跟镇里交涉，但是1个小时后他回了电话，声音里充满了无奈。我找了他们，他们嘴上答应的好好的收回立刻证，但下面的人根本就是阳奉阴违，还在到处设卡，是他们内部的利益链。我们是指挥部，对地方行政没有直接的管辖权，这帮人就是在跟我们耍无赖、打太极。我明白了，陈默也尽力了，但李卫民这块滚刀肉软硬不吃，我必须自己想办法杀出一条路来。我立刻想到了赵婉，拨通了他的电话。赵婉，帮我个忙，你之前给我的那些市里批发市场的联系方式还在吗？在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把李卫民的手段和我的困境简单的说了一遍。赵婉在那边沉默了几秒钟。够狠的，这是要把你往绝路上，你打算怎么办？从市里进货，路程可不近，成本会高很多，而且你没有车。车可以租，或者买一辆2手的，成本高一点没关系。陈主任给的补贴正好可以用在这里。最关键的是，我要把控货源的主动权，我不想再被人卡脖子。好，有魄力，这才是你。这样，车的事情你别管了。我有个客户是做2手车生意的，我让他给你找一辆皮实耐用的小货车，手续我帮你办，钱从我这儿先垫上，不用你操心。
批发市场那边我再帮你打个招呼，让他们给你留最好的货，给你最优惠的批发价。你只要记住，安宁镇只是一个小池塘，李卫民是池塘里的大鱼，但他出了这个池塘什么都不是。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根扎在池塘外面的江河湖海里。赵婉的话让我醍醐灌顶，我总想着怎么在安宁镇这块地上跟他斗，却忘了我完全可以绕开他，去一个更广阔的平台。2天后，一辆半旧的蓝色小货车停在了我的工地门口，赵婉亲自把车开了过来，车钥匙交到我手里。驾照有吧？有，大学就考了，不过好久没开了。没事儿，这车耐用，随便开。他打开后车厢，里面装得满满当当，新鲜的五花肉、翠绿的青菜、活蹦乱跳的鱼。这是我顺路从批发市场带的第一批货，验验货。我看着这一车鲜活的食材，看着风尘仆仆的赵婉，鼻子一酸。赵婉，行了，别煽情了，赶紧卸货吧，工人们还等着吃饭呢。等你酒店开业了，总统套房多给我留几年就行。那天晚上，加油站的菜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盛。当工人们得知这些菜是我亲自开车从几十公里外的市里拉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震惊了。张工头端着一碗酒走到我面前，激动得满脸通红。许老板，我老张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冲你这份心，以后你这加油站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谁敢动我们的家，我们跟他拼命！随即几百个工人齐声呐喊，而李卫民的封锁成了一个笑话。后来我把全部的精力重新投入到了酒店的建设中。赵婉帮我找的设计师很有水平，为我的酒店设计了一种现代简约的风格，在周围一片狼藉的工地背景下，它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那么的遗世独立。我还在沉默的建议下拓展了业务，开了一个小超市，卖一些香烟、零食和日常用品。我还买了几台洗衣机，提供洗衣服务。我的加油站已经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微型社区，它完美的解决了机场工人们所有的后顾之忧。我的名声也通过这些工人的口传遍了整个机场项目。这一天，我正在加油站里算账，陈默领着几个人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气质不凡。他身边还跟着2个年轻人，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相机。许老板，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南方航空公司总部的项目拓展部经理周毅，周经理。周经理这次来是为我们机场未来的航线运营做前期考察的。周经理您好，许老板久闻大名，陈主任一路上可没少夸你啊。陈主任过奖了，我们刚才在机场工地上转了一圈，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你这栋非常有设计感的建筑。陈主任介绍说，这是一家即将开业的酒店，老板就是你。是的，能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吗？当然可以。我放下手中的账本，带着他们走向我的酒店。一路上，周毅问了我很多问题，从酒店的规模、房间数量到我的经营理念、目标客户群体，我的回答沉稳而清晰。当我带着他们走进还在装修的酒店大堂时，他们所有人都被震撼了。挑高10米的大堂，全景的落地玻璃窗，正对着机场未来跑道的方向。站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处工地上一架架塔吊正在忙碌。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这里看到的将会是一架架白色的飞机起飞降落，那种视觉冲击力是无与伦比的。了不起，许老板，你非常有眼光。在所有人都盯着拆迁款的时候，你看到了未来的价值。他身后的助理一直在不停地拍照记录。我们走到楼顶的观景露台，这里还没有装修，只是一个水泥平台，但站在这里，整个机场工地尽收眼底。我们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每次直飞任务都需要在落地城市进行休整，我们对协议酒店的要求非常高，安全性、私密性、便捷性缺一不可。你的酒店在地理位置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是离机场最近的，甚至比我们规划中的员工宿舍还要近。许老板，你酒店开业成为我们南方航空在安宁机场的机组人员指定下榻酒店。当然有兴趣。很好，等你的酒店正式完工，我们会派专业的团队过来进行评估，如果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可以签订一份长期的战略合作协议。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保持联系。送走周毅一行人，我一个人站在天台上，吹着风，感觉一切都像是在做梦。然而，就在我准备下楼的时候，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了停在远处土路尽头的一辆车，还是那辆黑色的奥迪李卫民的车。他的旁边还坐着一个人，李卫民似乎在对他指着我的酒店说着些什么。那个男人则一直用一种审视货物的眼神，冷冷地看着我的云端酒店。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我给赵婉发了一条信息，帮我查一个人。我用手机从天台上拉近焦距，拍了一张那辆黑色奥迪和那2个男人的模糊侧影。坐在李卫民旁边的那个穿西装的，我要他所有的资料，越详细越好。收到，有麻烦了？可能
是真正的麻烦来了。放下手机，我环顾着我那初具规模的酒店，工人们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一切井然有序。我走到工地门口，王叔正在指挥人卸下一车玻璃幕墙。王叔，帮我个忙，帮我找人做一块牌子，要最好的木头，手工雕刻。写什么？我拿出纸笔，一笔一划地写下9个字：非消费客人，禁止入内。明白了，这是要给某些人立规矩啊！我这就去找镇上最好的木匠，保证给你做得明明白白。3天后，一块由整块花梨木雕刻而成的牌子立在了我酒店工地入口最显眼的位置。牌子打磨得油光锃亮，上面的8个大字苍劲有力。这块牌子的出现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来加油站吃饭的工人路过时都会看上几眼，然后会心地一笑。他们都懂这块牌子是给谁看的，而李卫民自然也看到了。他当然知道这非消费客人指的就是他和他带来的那个贵客。我这是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他们，我的地盘不欢迎你们的窥探。当天晚上，赵婉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许超，查到了，那个人叫高腾，市里天河资本的老板。他最擅长的就是专门寻找那些有巨大潜在价值，但本身又存在某些弱点或者纠纷的项目，然后用各种手段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收购，再包装转手获取暴利。这些年被他搞得家破人产的公司不在少数。他怎么会和李卫民混在一起？我查了工商信息，高腾名下的一家投资公司就在上个月和李卫民的亲弟弟合伙注册了一家新的公司，叫安宁空港服务有限公司。公司的注册地址，你猜是哪里？是我家这里吗？没错，就是你家那块地的地址。我明白了，李卫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安生，他把我划出红线，就是为了把这块地留下来。他知道这块地未来会升值，所以让他弟弟和高腾合作，想把这块地变成他们自己的囊中之物。我在这里盖酒店，挡了他们的财路，所以他们才要用尽一切办法把我赶走，把我的酒店变成他们的酒店。之前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只是开胃菜，现在真正的资本猎食者高腾已经亲自下场。他们会怎么做？高腾的手段通常分3步：第一，舆论抹黑，把你搞臭，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麻烦，让你的合作伙伴动摇；第二，法律诉讼，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起诉你，拖垮你的精力和资金；第三，釜底抽薪，从你的资金链、你的团队下手，让你内部崩溃。等把你折磨得差不多了，他就会以一个拯救者的姿态出现，给你开一个你无法拒绝的侮辱性的低价，收购你一切。我明白了，既然他想玩，那我就陪他玩到底。赵婉，你继续帮我盯着高腾和那家新公司所有的资金往来和动向，我要知道他每一步的计划。另外，南航那边我会尽快促成合作，我需要一个强大的官方的盟友来做我的后盾。还有，我的酒店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完工开业，只要我开始产生现金流，我就能跟他耗下去。我一口气说完了我的计划，条理清晰，逻辑缜密。电话那头的赵婉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你真的长大了。是被逼的。我看着窗外那块禁止入内的牌子，在夜色中依然醒目。挂了电话，我没有一丝睡意。高腾的攻击比我预想的来得更快，也更猛烈。战争是从网络上打响，一夜之间，安宁镇本地的几个论坛，还有市里一些自媒体的公众号上，都出现了一篇篇措辞严厉的文章，标题起得耸人听闻。文章里，我被塑造成一个贪得无厌、背景神秘、为了钱不顾公共安全的钉子户。文章暗示我的贷款来路不正，甚至影射我与银行和机场方面有不正当的利益输送。赵婉和陈默都被含沙射影地卷了进来。这些文章像病毒一样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镇上的人们本来就对我又嫉妒又好奇，现在更是议论纷纷。我就说吧，他一个小伙子哪来那么大本事？背后肯定有人。这下好了，闹大了，怎么收场？刘婶更是幸灾乐祸，在镇里的微信群里转发这些文章，还添油加醋地说：“这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负面的舆论很快就传到了机场项目指挥部。陈默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语气非常焦急：“许超，你看到网上的那些文章了吗？指挥部的领导很重视，压力很大。我看到了。你放心，我跟领导解释了，我相信你。但现在舆论对我们很不利，南航那边的人也听到了风声，他们对合作的态度变得有些犹豫。这才是高腾真正的目的，他要动摇我的盟友，摧毁我的信誉，他要让南航这块即将到嘴的肥肉从我嘴边飞走。陈主任，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处理。”挂了电话，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王叔又一脸怒气地找到了我：“小超，太欺负人了！”“怎么了，王叔？”“刚才市里一个叫什么宏发建筑的公司派人来我们工地，指名道姓要挖我手下的老师傅，工资开2倍，还给交5险1金。有几个年轻的工人已经动心了。”
我心里一沉。宏发建筑，赵婉给我的资料里有，那是高腾旗下的公司。舆论抹黑，釜底抽薪。赵婉预言的第2部和第3部几乎同时来了。高腾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拳击手，一上来就是一套密不透风的组合拳，打得我有些喘不过气。随后我找到那几个动了心的年轻工人，我没有骂他们，也没有用道义绑架他们，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们。人往高处走，我理解，你们想去，我不拦着。工钱我一分不少的结给你们，我只说一句，我在这里，这栋楼就一定会盖起来，这家酒店就一定会开起来。今天离开的人，以后云端酒店的大门永远不会为你们敞开。说完，我转身就走。那几个年轻人站在原地，面面相觑，最终谁也没有离开。王叔的团队稳住了，但新的麻烦接踵而至。第2天，我就收到了一张传票，一家我从未听说过的环保科技公司。传票：许超的建筑噪音及光污染严重影响本公司精密仪器运行，特此索赔100万元。并要求许超的酒店立刻停工。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就在几公里外的一片荒地上。这是赤裸裸的恶意诉讼，看来目的就是为了拖住我，耗光我的钱。我不得不花钱请律师准备应诉。短短1个星期，我被舆论围攻，被釜底抽薪，被法律纠缠。我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白天要处理工地的事情，安抚工人的情绪，跟律师开会，晚上要亲自开车去市里进货，回来还要看加油站的生意。这天晚上，我送走最后一桌客人，一个人坐在空无一人的加油站里。我真的能赢吗？我的对手是一个拥有庞大资本和专业团队的金融巨鳄，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团队和一腔孤勇。这真的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吗？我趴在桌子上，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赵婉。别怕，我都知道了，这是他惯用的手量，很多人都在这里倒下了，但是你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有他的资本，你有你的人民。什么？你现在去加油站外面看看。我擦了擦眼泪，疑惑地走到门口，然后我看到了让我永生难忘的一幕。在加油站外的空地上，张工头和几十个刚刚下班的工人没有去吃饭，也没有回宿舍，他们拿着手机围在一起，他们正在那些抹黑我的文章下面一条一条的留言。许老板是我们见过最好的人，他的饭菜是整个安宁镇最便宜最干净的，老子就在云端酒店的工地上干活，这里的安全标准比市里好多大楼盘都高，谁他妈再造谣，老子去撕烂他的嘴。这酒店要是违章，那全天下就没有合法的建筑了。许老板所有的手续都齐全着呢。支持许老板，张工厂！支持许老板，支持许老板！干倒那帮背后捅刀子的坏种！看着他们，我的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但这一次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感动。我突然明白了，高腾有钱、有团队、有手段，但我有他永远不可能拥有的东西，我有民心。我吸了吸鼻子，走上前去。张大哥，各位师傅，谢谢你们。谢啥？我们就是看不惯那帮孙子欺负好人。许老板，你别怕，我们几千个兄弟都站在你这边，他们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们就敢把他们的老巢给平了。我看着他们一张张朴实而坚毅的脸，心中的迷茫和恐惧一扫而空。我重新站直了身体，我拿起了手机，拨通了南航周毅经理的电话。周经理，您好，我是许超。网上那些关于我的谣言，想必您也看到了。我不想做无谓的解释，我只想邀请您和您的评估团队随时来我的酒店进行实地考察。另外，我想跟您赌一把，如果评估合格，我希望我们能立刻签约。作为回报，前3年的合作费用我给您打8折。如果评估不合格，我为您团队所有的差旅费用买单。我赌的是我的信誉，也是我的未来。我的这通电话让周毅感到了极大的意外。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我没有选择龟缩防守，反而发起了更加激进的冲锋。电话那头，周毅沉默了很久。许老板，你很有魄力，我欣赏有魄力的人。这样吧，3天后我会带我们最专业的团队过去。我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一言为定。挂了电话，我立刻找到了王叔。王叔，召集所有工人，我们有硬仗要打了。接下来的3天，我的工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疯狂状态。我把剩下的所有资金全部投入了进去。我只有一个目标，在南航团队到来之前，把我酒店最核心、最能体现价值的部分完美的呈现在他们面前。我们放弃了那些耗时耗力的精细装饰，我们集中所有人力物力，抢装大堂的玻璃幕墙，抢铺1楼和顶层观景台的地砖，抢通核心区域的水电和网络。工人们的热情被我彻底点燃了。张工头他们更是主动请缨，下班后也
不休息，直接来我的工地帮忙。几千人的机场工地和我的小小酒店工地形成了一种奇妙的联动。白天他们在机场挥汗如雨，晚上他们在我这里点着临时的探照灯，继续挑灯夜战。整个工地24小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那股冲天的干劲，甚至让远处机场指挥部的人都感到震惊。陈默来看过我一次，看到这热火朝天的场面，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朝我竖了个大拇指。李卫民和高腾的眼线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切。3天后，当南航的评估团队在周毅的带领下再次来到我的酒店时，他们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仅仅几天不见，这栋建筑已经焕然一新。周老板，巨大的玻璃幕墙已经全部安装完毕。此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将整个机场工地的壮丽景色尽数映入大堂。大堂地面铺上了光洁如镜的灰色大理石，几组简约而现代的沙发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核心区域已经呈现出5星级酒店的雏形。我带着他们走上顶层的观景露台，这里也已经铺好了防腐木地板，摆上了舒适的户外桌椅。站在这里，可以毫无遮挡地俯瞰整个机场的起降区。周经理，请坐。这里未来将是我们云端酒店的机技景观行政酒厅，每一位入住我们酒店的南航机组成员都可以在这里享受最顶级的视野和最放松的环境，也就指的放松的环境。周毅端着茶杯，看着远处巨大的航站楼，眼神里充满了震撼。他身后的团队成员则拿着各种仪器，在酒店的各个角落进行着严苛的测试，消防安全、结构强度、水电线路、网络信号、隔音效果，每一项都比我预想的还要专业和细致。1个小时后，所有测试完成。一个戴着眼镜的技术负责人走到周毅身边，递给了他一份刚刚出炉的报告。周毅接过报告，仔仔细细地看了起来。几分钟后，终于他放下了报告，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着我。许老板，我必须承认，你创造了一个奇迹。无论是建筑质量还是设计理念，你的酒店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尤其是隔音，在距离机场这么近的地方，你们竟然能把室内噪音控制在40分贝以下，这非常了不起。但是你的酒店目前只是一个半成品，很多配套设施都没有完善，我们无法对一个半成品做出最终的合作承诺。我深吸一口气，正准备说出我的 B 计划，周毅却笑了。他从公文包里拿出2份文件，一份是制式的酒店合作意向书，另一份却是一份私人的天使投资协议。但是我个人非常看好你的未来，所以我决定也跟你赌一把。这份意向书我们可以先签，它代表了南航的官方态度，可以帮你抵挡很多外部的压力。至于这份投资协议，这是我个人以我妻子的名义投资你的酒店100万，用来帮你度过眼前的难关，把酒店彻底完善起来。我不要你的股份，就当我借给你的，等你酒店盈利了，再连本带息还给我就行。我彻底愣住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他会以这种方式来支持我。为什么？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的影子，一无所有，却敢于向全世界宣战。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我不想看到你的梦想被那些肮脏的资本扼杀在摇篮里。我站起身，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周经理，谢谢您，我在此立誓，绝不负您的信任。那天下午，在我的半成品酒店天台上，我签下了那份价值100万的协议。就在我落笔的那一刻，我收到了赵婉发来的信息：高腾开始在2级市场上恶意收购我们银行的股票了，他要逼我下台。高腾的报复已经从我蔓延到了我身边所有帮助我的人，我就让他看看一只没有了翅膀的鸟是如何飞上云端的。我拨通了赵婉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背景音很嘈杂。我正在开会，长话短说。他是不是？没事儿，商场上的正常博弈而已，你不用担心我，应付得来。你只要把你的酒店盖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高腾这种人最看重利益，只要你的项目成功了，证明我当初的判断没错，银行董事会那帮老家伙就没话说了。我知道他在安慰我，恶意收购一家银行的股票绝不是正常博弈那么简单。高腾在用他雄厚的资本向整个银行施压，目的就是为了逼他们牺牲掉赵婉这个不良资产的审批人。赵婉，对不起，我们是朋友，我帮你不是投资，是信任，别想那么多，按你的计划走。记住，你赢了，我们所有人才会赢。我先挂了，有事再联系。电话被挂断了，我握着手机站在天台上，晚风吹得我有些发冷。随后我回到工地，王叔和工人们正在清理收尾。小超，南航的人怎么说？他们很满意，他们会跟我们签合作意向书。太好了！工地上响起一片欢呼，这几天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我看着他们脸上质朴的笑容，心里做了一个决定：这个月
所有参与抢攻的工人工资翻倍，来帮忙的机场工人每个人发1000块的红包。欢呼声更大了，钱我必须花在刀刃上，而人心就是我最锋利的刀。第二天，周易就把100万的投资款打到了我的账上，同时南航的法务部也发来了盖好章的合作意向书扫描件。我把这份文件打印出来，装在最好的相框里，挂在了加油站最显眼的位置。随后，我给陈默打了个电话：陈主任，我想借机场指挥部的名义办一个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关于什么？关于云端酒店的正式亮相，以及我们和机场和南航的3方合作展望。我要邀请市里甚至省里所有主流媒体者都过来，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建酒店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还要把南航的合作意向书和我们机场指定生活服务区的牌子一起展示给他们看。你是想借力打力，彻底扭转舆论？是的，我不想再跟他们玩捉迷藏的游戏了，我要把有牌都摊在桌面上。既然他们想让我出名，那我就出个彻彻底底的名。陈默在电话那头沉吟了许久，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风险，把指挥部和我这个争议人物绑得这么紧，一旦发布会出了任何差错，他也要承担责任。好，我支持你。机场项目需要你这样的合作伙伴，安宁镇的未来也需要你这样的开拓者。我们不能让那些只会背后搞小动作的蛀虫毁掉一个真正想做事业的人。记者的事情我来联系，场地就设在你的酒店大堂，时间就定在3天后，我们一起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3天的时间转瞬即逝，这3天里，我和我的团队几乎没有合眼。我们将酒店大堂布置成一个简洁而庄重的发布会现场，背景板上是云端酒店的 logo 以及携手并进，共创空港新未来的标语。标语下方并列着3个单位的名称：安宁机场建设指挥部、南方航空公司、云端酒店。上午9点，一辆辆挂着电视台、日报社牌子的采访车陆续开了过来。陈默的人脉很广，他几乎请来了本市所有有头有脸的媒体，甚至还有2家省台的记者。记者们看到我那栋现代感十足的酒店和门口那块禁止入内的牌子，都露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手里的相机闪个不停。上午10点，发布会正式开始。我站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看着台下几十个记者和他们身后的长枪短炮。我的身边坐着陈默和专程从省城赶来的周毅、王叔、张工头，还有几十名工人代表坐在了第1排。各位媒体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叫许超，是云端酒店的创始人。我知道最近网上有很多关于我和我这家酒店的传闻，有人说我背景神秘，有人说我资金来路不明，还有人说我这栋建筑是机场旁的毒瘤。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安宁镇年轻人，我的父母早逝，给我留下了这栋老宅。当全镇拆迁，唯独我家被划在红线外时，我没有抱怨，也没有哭闹，我只是觉得命运把我留在这里，一定有它的道理。我拿出了父母留下的全部遗产，又向银行贷了30万，凑够了50万启动资金。我把它推倒重建，我想把它从一栋被遗弃的老宅变成一座能为新机场服务的现代化的酒店。我给它取名云端，就是希望它能像飞机一样，向着云端，向着更高的未来飞翔。台下渐渐安静了下来，很多记者都放下了手中的笔，静静地听着。我的资金每一分都干干净净，为我提供贷款的银行朋友，现在正因为他的专业和正直，遭受着不白之冤。我看向台下的赵婉，他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眼眶有些发红。我的建设每一个步骤都合法合规，为我监督工程质量的是机场指挥部的陈主任。我的未来也绝不是什么毒瘤。我转身指向身后的背景板和那份挂在墙上的合作意向书，因为我已经和南航的周毅经理达成了初步的战略合作，未来这里将成为南航机组人员最温馨的港湾。全场哗然，南航的官方合作，这绝对是今天最重磅的新闻。所有的质疑在这份文件的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没有什么神秘的背景，如果非要说有，那我的背景就是身后这片我热爱的土地，就是支持我的各级领导，就是信任我的合作伙伴，就是和我一起艰苦奋战的工友们。我指向第1排的王叔和张工头他们，闪光灯疯狂地亮起。发布会进入了记者提问环节，一个戴眼镜的男记者站了起来，问题非常尖锐。您刚才提到，您的银行朋友因为您而遭受打压。据我所知，近期有一家叫天河资本的公司正在对您朋友所在的银行进行恶意收购，同时之前在网上黑您的几家自媒体背后也有天河资本的影子。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针对您和您朋友的带有明显恶意的商业行为？这个问题直接把高腾和天河资本摆到了台面上，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我的身上。这个世界上有2种人，一种人看到价值会想办法去创造它、放大它，而另一种人看到价值只会想到去掠夺它、摧毁它，然后占为己有。
我的云端酒店欢迎所有的创造者，但永远会对那些贪婪的人关上大门。我相信阳光之下，所有的阴谋诡计最终都会无所遁形。我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新闻发布会的效果立竿见影。当天下午，关于云端酒店的新闻又席卷了市里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我的形象从一个备受争议的钉子户，变成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创业男神。然而，我知道，像高腾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舆论就善罢甘休。舆论的失败只会激起他更凶狠的报复。他会用更直接、更粗暴的方式来摧毁我。果然，就在发布会结束的第2天，麻烦就来了。早上，王叔急匆匆地跑来找我：“小超，不好了，我们工地的水停了。怎么回事？水费我们不是按时交了吗？交了，但是镇上的自来水厂说，我们这片区域的主管道要检修，所以要停水1周。检修个屁！我找人问了，就我们这一家停水，这摆明了是李为民的孙子在搞鬼。”釜底抽薪不就开始断水断电，这是他们这种地头蛇最惯用的下三滥手段。没有了水，酒店最后的装修工程就得全部停下来。更要命的是，加油站也无法正常营业了，工人们的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我立刻想到了陈默，但是我还没来得及给他打电话，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却找上了门。那是一个看起来50多岁、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男人。他穿着一身旧西装，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看起来像一个退休的老干部。他径直走到我的面前：“你就是许超？”“我是。请问您是？”“我叫林建国，曾经是宏图集团的董事长。”宏图集团这个名字我有些耳熟，好像是市里曾经非常有名的一家本土房地产公司，但几年前听说因为资金链断裂，一夜之间就破产了。我今天来找你，是看到了你的新闻发布会。我的心猛地一颤，我立刻意识到，眼前这个人不是敌人，他是标亚毒的另一个受害者。我把他请进了我的临时办公室。你提到了那个把你逼到绝境的天河资本，他的老板也是当年亲手把我送进地狱的人。林董事长，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年我的宏图集团正在开发一个大型商业综合体，就跟现在的你一样，投入了所有的身家。就在项目即将完工的时候，他先是买通了我的一个副总，制造了一起不大不小的安全事故，然后通过媒体大肆渲染，让我的项目停工整顿。接着他又联手银行抽走了我最大的一笔贷款，我的资金链一夜之间就断了。就在项目即将完工的时候，高腾出现了。最后他像一个救世主一样出现，用不到30%的价格收购了我所有的股份和那个即将完工的项目。我从一个亿万富翁变成了一个负债累累的穷光蛋。林建国的故事和我正在经历的一切何其相似，只是他的结局比我惨烈得多。这些年我一直在收集他的罪证。林建国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资料。高腾这个人行事很辣，但过于自信，他很多见不得光的交易都通过一家在海外注册的空壳公司进行。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他不知道当年帮他操作这一切的人是我安插在他身边的。这里面有他偷税漏税的证据，有他非法转移资产的记录，还有他行贿的账本，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他万劫不复。我看着那沓资料，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这哪里是资料，这分明是一把能置高腾于死地的最锋利的刀。林董事长，你有这些东西，为什么没用？我试过，但高腾的关系网太硬，我一个破产的老头子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这些材料递上去都石沉大海。但是你不一样，你现在是媒体的宠儿，大家支持的标杆。你的背后站着机场项目，站着南方航空，你有他们没有的关注度，有他们无法忽视的影响力。这把刀在我手里只是一块废铁，但在你手里，它或许能斩断恶龙的头颅。我接过那沓沉甸甸的资料，手在微微发抖。我明白了，林建国不是来寻求我的帮助，他是来把他复仇的希望托付给了我。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陈默打来的。许超，停水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刚跟市里的领导通过气，市长很生气，亲自过问了这件事。你放心，最多半个小时，水电都会恢复正常。另外，市纪委的调查组已经进驻了安宁镇，第一个要约谈的就是李为民。我握着手里的资料，听着电话里陈默带来的好消息，心中百感交集。林董事长，谢谢您，这把刀我接下了。我向您保证，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市纪委调查组进驻安宁镇的消息比停水通知传得更快。那辆挂着特殊牌照的考斯特停在镇政府门口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天要变了。李卫民被第一个叫进去谈话，谈了整整5个小时。他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脸色灰败，脚步虚浮。半个小时后，我工地的水龙头里重新流出了清澈的自来水。晚上，张工头他们破天荒的没有喝酒，而是围在一起用手机刷着本地的新闻。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将林建国给我的那份资料仔细的看了一遍又一遍。看来高腾的罪恶远比我想象的要触目惊心。透税漏税、非法转移资产、行贿，每一项都足以让他牢底坐砖。但仅仅把这份资料交给纪委是不够的。高腾的根基太深，关系网太复杂，我必须用一种让他无法挣扎、无法辩驳的方式，将他彻底定死。我要剥夺他所有的反抗能力，切断他所有的求生希望。我拨通了赵婉的电话，帮我找一家省级媒体，要绝对可靠、有影响力，那种敢于挑战权威的。你想引爆他？不，我是要审判他。我认识省电视台焦点追踪栏目的一个制破人，他是我大学学长，为人正直，最恨资本职场的黑幕。他们栏目是全省收视率最高的深度调查节目，被他们盯上的人非死即残。好，就是他了。我从内达厚厚的资料里抽出了一页纸，那是一份高腾通过海外空壳公司操纵股价非法获利近1亿元的清晰记录，上面有银行的流水，有交易的指令，有时间的节点，证据链完整，无可辩驳。我没有把所有的底牌都亮出来。对付高腾这样的老狐狸，必须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掉他的伪装，让他感受到那种无尽的折磨和恐惧。我用加密邮件把这份资料发给了那个叫焦点追踪的栏目组，我只在邮件的末尾写了一句话：这只是一个开始。2天后，周5晚上8点，省电视台的焦点追踪节目准时播出。节目以一种悬疑片的节奏，通过详实的数据和匿名的专家采访，将我提供的那份证据抽丝剥茧，清晰地呈现在了全省几百万观众的面前。我们的资本市场为何会成为某些人无法无天的提款机？我们的监管体系为何会对这样的金融巨鳄视而不见？节目播出的那一刻，我知道高腾的末日开始了。当晚，天河资本的官网被愤怒的股民刷到瘫痪。第2天，周一开盘，天河资本系的几家上市公司股票开盘即跌停，巨大的卖单像瀑布一样封死了所有的出逃机会。高腾的手机被打爆，质问的、谩骂的、宣布撤资的、要求解约的。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商业帝国，在短短1个周末之后，开始出现了崩塌的迹象。而李卫民在被隔离审查的第3天，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调查组顺藤摸瓜，很快就查到了他和高腾弟弟合开的那家安宁空港服务有限公司。李卫民被正式双规，移交司法机关。他被带走的那天，镇上很多人都去围观。我站在酒店的工地上，看着手机里李卫民被押走的视频，我的心里没有一丝快意，只有一片平静。这不是结束，砍掉一条走狗，只会让主人变得更加疯狂。高腾一定会来找我，用最原始、最暴力的方式。高腾的反扑比我想象的更加疯狂和直接。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加油站已经提前收摊，工人们也都回到了宿舍。整个工地除了几个职业的保安和远处机场工地零星的灯火，死寂。我因为要核对一批新到的装修材料的账目，留在了办公室。王叔不放心我一个人，也陪着我留了下来。小超，不对劲儿，我这右眼皮一直跳。我总觉得要出事。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撞开，一个负责值夜的保安浑身湿透，脸上带着一道血痕冲了进来。许老板，王队长，不好了，来了一帮人，都拿着家伙，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打，我们拦不住啊！王叔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抄起墙角的铁锹。我心里一沉，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王叔，报 J， 来不及了，他们把我们的手机都给砸了，看样子他们是想把整个工地都给毁了。看来高腾这次派来的不是那种街头混混，是职业的打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造成最大的破坏，引发最严重的安全事故。一旦工地被毁或者出了人命，我的酒店项目就将彻底万劫不复。王叔，你带人守住大门，不要跟他们硬拼，拖住他们。那你呢？
我去找救兵。我抓起桌上的车钥匙，从办公室的后门冲了出去。外面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我能听到酒店大楼那边传来了刺耳的打砸声和嚣张的叫骂声。10几个黑影拿着木棍和铁棍，正在疯狂地破坏着我刚刚安装好的玻璃幕墙。我用最快的速度冲向我的那辆蓝色小货车。就在我拉开车门的一瞬间，一道刺眼的车灯从我身后亮起，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面包车像一头怪兽嘶吼着朝我冲了过来。电光火石之间，一个魁梧的身影猛地从旁边扑了过来，一把将我推开。是张工头。老板，快走！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我和那辆疯狂的面包车之间。张工头的身体被撞飞出去，重重地摔在泥水里。那辆面包车没有丝毫停留，继续加速，消失在雨夜中。我撕心裂肺地喊着，连滚带爬地跑到他身边。张大哥，老板，快走！我不能走，我走了，王叔他们怎么办？我走了，张大哥，你的血就白流了。我抬起头看向那些还在打杂的暴徒，我没有上我自己的车，我转身冲向了工地角落里那台白天还在工作的巨大的推土机。我爬上驾驶室，用颤抖的手插进了钥匙，我发动了它。所有的暴徒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呆了，他们转过头看到我正在冲过来。疯子，他是个疯子！一个暴徒惊恐的大叫，扔掉手里的铁棍，转身就跑。其他人也反应过来，吓得魂飞魄散，四散奔逃。我没有去追他们，我驾驶着推土机横在了酒店大楼的门口。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密集的呜哇声，10几辆警车闪烁着红蓝色的警灯，划破雨夜呼啸而至。陈默和赵婉从第一辆车上冲了下来，他们看到了倒在血泊里的张工头，看到了满地的狼藉，也看到了那个坐在推土机里像一尊雕塑一样浑身散发着冰冷杀气的我。赵婉冲到我的驾驶室下，声音都在发抖。你没事吧？你快下来！我熄灭了推土机的引擎，从高高的驾驶室上跳了下来，重重地摔进他的怀里。他们要嘎了我。我知道，没事了，都过去了。那一夜，安宁镇无人入眠，救护车的呼啸，警笛的鸣响，在狂风暴雨中交织，奏响了一曲混乱的序章。张工头被紧急送往了市里最好的医院，他失血过多，左腿粉碎性骨折，需要立刻手术，所幸没有生命危险。我守在急救室的门口，浑身湿透，瑟瑟发抖，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他被撞飞的那一幕。陈默则在一旁不停地打着电话。市局的领导我已经汇报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纠纷，这是有组织的黑社会暴力犯罪。周毅经理也知道了，他动用南航的关系向上面施压，要求必须一查到底，严惩不贷。高腾的这一记重拳虽然让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也彻底打碎了所有的规则和默契。他把自己推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关连夜展开了行动。那10几个打杂的暴徒很快就在出城的各个路口被抓获，撞伤张工头的那辆无牌面包车也在一个废弃的采石场被找到。审讯进行得异常顺利，在确凿的证据和巨大的压力面前，这些亡命之徒很快就把他们的雇主供了出来。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人，高腾最信任的助理，也是他所有脏活的执行者。当阿 Sir 找上门时，那个助理选择了畏罪自嘎。在医院的长廊上，我等到了张工头手术成功的消息。我看着他被从手术室里推出来，脸上还戴着氧气面罩，我的心终于稍稍安定了一些。我走到赵婉和陈默面前，赵婉，帮我联系焦点追租的那个制片人。陈默，帮我约纪委的领导。这一次我不再需要任何迂回的战术，我要把所有的炸弹一次性全部扔出去。我要让高腾和所有与他相关的利益集团都在这场爆炸中粉身碎骨。第二天上午，我将林建国给我的那份完整的资料复印了2份，一份我亲自交到了省电视台焦点追踪栏目组的手中，另一份在陈默的安排下，我交给了纪委的最高负责人。那里面是高腾近10年来所有的犯罪证据，是他行贿的详细账本，是他侵吞国有资产的阴阳合同，是他操纵股市的每一笔交易记录。焦点追踪栏目组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制作了一期长达1个小时的特别报道。节目播出的当晚，收视率创造了历史新高。高腾的保护伞被连根拔起，旗下所有的资产被冻结。高腾被捕的那天天气很好，他被2个阿 Sir 从他那栋位于市中心最豪华地段的别墅里押解出来。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然后转身离开。几个月后，我的云端酒店在万众瞩目中正式开业。开业典礼那天高朋满座，王叔和他的施工队站在最前面，胸前都戴着大红花。张工头也来了，我站在崭新的主席台上，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大家，云端之上有我，也有你们。典礼结束，我独自一人来到酒店的顶楼，还是那个观景露台，只是如今它已经变成了全安宁镇最昂贵也最美丽的风景。赵婉走了过来，递给我一杯香槟。徐总，
恭喜。总统套房给你留好了，终身免费。这还差不多，你知道吗？你做的已经不仅仅是建一家酒店了，你改变了这个地方，也改变了很多人。我笑了，我看着机场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看着我的酒店里灯火辉煌，宾客盈门，高腾的岛台在安宁镇乃至整个市里都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暴。而李卫民的继任者是一个从市里空降下来的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名叫孙建业。孙建业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镇里的新领导班子来到了我的云端酒店，然后他给我发来了一份正式的邀请函。我想邀请你以安宁镇荣誉居民和青年企业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安宁镇未来的发展规划研讨会。随后，我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装走进了我自己酒店的会议室。孙建业和镇里的干部们全体起立为我鼓掌。徐总，请上座。会议开了一整个上午，孙建业的思路非常清晰，他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与国际接轨的发展理念。我不再把安宁镇仅仅看作一个依附于机场的小镇，是要把这里打造成一个集航空物流、高端商旅、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空港新城。你的云端酒店被我标注成了一个核心的、闪亮的坐标。徐总的云端酒店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它证明了在安宁镇这片土地上，只要有眼光、有魄力，就一定能长出果实。我们接下来的所有规划都要向云端酒店看齐，我们要把这里变成一个吸引投资的热土，一个让所有人才都愿意留下的家园。后来，酒店的生意随着机场的正式通航，迎来了井喷式的爆发。南航的机组人员成了我们最稳定也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他们穿着笔挺的制服，拉着统一的飞行箱，每天定时定点地出现在酒店大堂，然后又悄然地离开。除了南航，其他航空公司的机组也开始慕名而来，寻求合作。各种商务会议、行业论坛也纷纷选择在我的酒店举办。王叔被我正式聘请为酒店的工程部总监，负责所有的设施维护。他手下的那帮兄弟也大多留在了酒店，成了各个岗位上的技术骨干。他们每个人都穿上了崭新的工服，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林建国也来看过我。高腾倒台后，我的案子被重审，一部分被非法侵占的资产被返还给了我。虽然无法与当年的宏图集团相比，但也足以让我安度晚年。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林董事长，您言重了，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儿。是您给我的那把刀，才让我有机会斩断黑暗。我们相视一笑，所有的恩怨都在这一笑中烟消云散。我准备用拿回来的钱成立一个法律援助基金，专门帮助那些像我们一样被资本欺凌过的创业者。我斗不动他们了，但你们年轻人还有未来，这个世界终究是你们的。我送他离开酒店，酒店的运营走上了正轨，一切都井井有条。我终于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张工头从普通病房转到了市医院最好的 VIP 康复中心。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蓝天，由一个年轻漂亮的护工为他喝汤。看到我来，他激动得差点从床上坐起来。许老板，你怎么来了？我这点小伤哪用得着你亲自跑一趟？张大哥，你这可不是小伤，你是在替我玩命。医生说了，你的腿恢复得很好，但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你就安心在这里养着，什么都不用想，工资、奖金，我一分都不会少你的。等你好了，云端酒店的保安部总监的位置我给你留着。张工头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许老板，我老张值了。好好养伤，我还等着你回来保护我们的家呢。从医院出来，我接到了赵婉的电话。高腾倒台后，针对我们银行的恶意收购，自然也终止了。我因为精准地支持了你这个潜力项目，在总行声名大噪，非但没有受处分，反而得到了破格提拔。我成了我们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支行行长。徐总，晚上有空吗？新任的赵行长想请你吃个饭，庆祝一下。好啊，赵行长想在哪里请？就在你的云端酒店总统套房。晚上，我让厨房准备了最精致的晚餐，送到了顶楼的总统套房。那是我专门为赵婉预留的房间，从不对外开放。看到我来，他对我笑了笑。还是这里风景好。那是，也不看是谁的地盘。我们没有聊工作，也没有聊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往，我们就只是像两个许久未见的老朋友，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你还记得吗？你决定要建酒店的时候，我对你说，等你开业了，要送我一个终身免费的总统套房。我记得，现在我兑现承诺了。其实我当时是在开玩笑，我那时候觉得你疯了，50万开一家酒店，在所有人都逃离的废墟上，我根本不相信你能成功。
我帮你，只是因为我不想看到你输得太惨。我甚至做好了帮你承担一部分损失的准备，但我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你把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一个商业奇迹，所以我今天想改一下我的要求。那你要什么？我要你，我要的是你这个人。从今往后，我们互相守护，好不好？我笑着用力地点了点头。我想辞去行长的工作，来做你的首席财务官。现在还只有一家酒店，工资可能开不起。我还带他去看了我的新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全国地图，上面用红色的笔圈出了好几个正在规划建设新机场的城市。你这是想把云端酒店开遍全国？格局小了，我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拥有机场的城市都有一座属于我们的云端。2年后，安宁镇已经彻底从地图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安宁空港新城。宽阔的柏油马路取代了泥泞的土路，一栋栋崭新的商业楼宇和高档住宅区拔地而起。一个以机场为核心的繁华而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新城已经初具规模，而这座新城的绝对地标依然是那座屹立在机场跑道旁、通体洁白的云端酒店。今天是安宁国际机场通航2周年的纪念日，酒店门口豪车云集，灌溉如云，来自全国各地的航空业巨头、物流业大亨、金融界精英以及各位领导齐聚一堂。我拉着赵婉的手，站在宴会厅的门口，迎接每一位到来的宾客。陈默也来了，他如今已经是空港新城的管委会主任，成了这座新城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徐总，你现在可是我们新城最大的财神爷啊！周毅也从广州专程飞了过来，他已经是南方航空的副总裁。他一见到我就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我这辈子做最成功的投资就是2年前在那个天台上投给了你的那100万。王叔和张工头也都穿着笔挺的西装，像2个门神一样站在我的身后。他们一个是工程部总监，一个是安保部总监，是我最信任的左膀右臂。宴会开始，我作为主办方走上了主席台，台下是几百双充满了尊敬和好奇的眼睛。2年前，我站在这里，脚下还是一片废墟。我曾以为我被全世界抛弃了，但今天我站在这里，脚下是整个空港新城最繁华的心脏。我想说的是，决定我们价值从来不是我们被划在哪条线外，而是我们选择在什么地方重新画上我们自己的起跑线。世界抛弃你，你可以选择把世界重新赢回来。我的演讲很短，但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晚宴结束后，我没有去参加那些觥筹交错的应酬，我拉着赵婉的手悄悄地溜了出来。我们换上了便装，像2个普通的市民一样走在新城宽阔的街道上。我们走过一个漂亮的街心公园，公园里有孩子在嬉笑打闹，有老人在散步健身。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刘婶，她正带着她的小孙子在玩滑滑梯。她也看到了我，表情有些尴尬和局促。徐总，刘婶儿，好久不见。你现在可真是大老板了，以前是我嘴杂，你别往心里去。都过去了。他的小孙子跑过来，好奇地看着我。奶奶，这个帅气叔叔是谁呀？这是咱们新城的骄傲，是云端酒店的徐总。你长大了也要像许叔叔一样有出息。我笑了笑，从口袋里拿出1颗糖递给那个孩子。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了当年我家的那片旧址。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酒店的一部分，一个漂亮的露天花园。花园的中央保留着一小段来自那栋老宅的斑驳的墙基，上面刻着一行小字：梦开始的地方。我和赵婉依偎着坐在花园的长椅上。你后悔过吗？后悔什么？后悔留下来，经历了那么多。我摇了摇头。我看着那架平稳降落的飞机，看着远处万家灯火，看着身边爱人的侧脸，我的心里是前所未有的宁静和满足。不后悔，这里曾是我的孤岛，但现在它是我的世界。